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影视飓风1年1度的相机盘点节目。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个视频来和你讲讲2023年我们觉得优秀和值得推荐的各个品类、各个价格区间的相机。那去年我们相机评选做的比较迟，3月份才发。今年我们希望赶一赶进度，卡在年前来出这个节目，这样以后每年来颁奖节奏都会更加合适一点。那在开始之前，我再啰嗦2句，因为我们频道大多数时候专注于动态影像，所以这次的评选也会基于各个设备的视频能力来进行选择。如果你想买一个拍照的相机，那这个视频不是最适合你。评奖本身也是我们的主观评价，但是确实这些设备我们都用过，也都测试过。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很欢迎你在评论区来友好的讨论，但是请不要引战，还有攻击。好了，那废话就讲到这，我们立刻开始影视飓风2023的相机颁奖。在正式开始给那些拼实力的相机颁奖之前，我想先分享2个有意思的奖项，就是最美相机和最丑相机。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选项。因为最近的相机市场，我们发现大家对于相机的外观的优先级似乎会高过于它的性能。那颜值确实会决定你带相机出去的次数，你女朋友的心情，甚至能让它变成理财产品。所以最美的相机，我们选了半天之后，决定把它颁给尼康 ZF 这台相机。这是一台很多人会因为外观就选择的相机。都说审美是以20年的一个轮回，这台相机从尼康 FM2 开始，经过了2个轮回，现在又回到了这么一个复古的外观，并且尼康还提供了6种饰皮的颜色来供你选择，每个颜色单拎出来，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那富士今年的 XS20其实也很好看，但是尼康本身这个 Z 卡口还有全画幅这个更大的口径，在大卡口的前提之下，要把相机做得好看，尼康设计师显然面对的挑战会更大一些，所以尼康 ZF 是我们选择的最美相机。那至于最丑的相机，说真的，这个选手还是有好几位。你觉得2023年哪台相机最丑？那我个人一开始是想选 Mavic 3 Pro 这台相机的，但是最后我们评选了半天，决定把它颁奖，颁给大疆 Pocket 3 L。这个 L 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内部取的，就是这个形态 Pocket 3的完全体。这什么玩意？对吧？早在 Pocket 3评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个加上续航手柄还有三脚架的形态，属于一个又长又黑，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组合，让人看起来会觉得没那么协调。不知道你觉得是否符合今年最丑相机的这么一个评价？当然，如果你心里面有更抽象的相机，我欢迎你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来告诉我。那么现在我们颁完了这些搞笑的奖，我们来颁一些正经的、准专业线的相机。第一个奖项，最佳 Vlog 相机。那其实到了2023年，很多人对于真正意义上的 Vlog 已经退烧了，没有这么多人拍长的 Vlog 了。但是本质上这类设备还是很火的，他们适应的是单兵用户便携记录生活的需求，所以防抖、对焦、画质以及不错的直出和收音都很重要，这是这类设备最需要的。那各个厂家都有它的解决方案，但是今年10000元以下的最佳 Vlog 相机，我觉得在一台设备发布之后就没有太多悬念了，那就是大疆 Pocket 3，它又获奖。同时获得了最丑相机和最佳 Vlog 相机，有一点矛盾，但是你看它天生的小块头，一体化可翻转的3轴云台，对焦、直出、画质、收音、监看，基本上 Vlog 的每个天赋点它都点上了，这是真的强。那它也的确是我们今年觉得最惊艳的相机之一。我们频道的很多节目也经常会用它来代替一些稳定器加上相机的繁重组合，现在已经开始用了，所以觉得体验还是挺不错的。当然，这台设备的局限也很明显，就是它的焦段和画质的上限很容易碰到它并不高的天花板。当然，要兼顾这2个点吧，其实也不是不可能，一个字加钱就可以了。所以接下来在 Vlog 的品类，我们还有个10000元以上的最佳 Vlog 相机，我们评选了半天，决定把它颁给索尼 ZV-E1这台相机。我觉得理由很简单，全画幅、4K 120帧、优秀的对焦和 FX3 一样的拍摄性能，拍摄 Vlog 有一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这个 AI 对焦芯片还有一些辅助的小功能，各方面都很优秀，都是 Vlog 用户所需要的。那收音方面，它本身的收音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需要扩展的话，索尼的麦克风生态也很完整，只要你愿意氪金就可以。索尼自家的数字音频麦克风，哪怕是你有直播需求，他们有这种 ECM S1，你要用领夹麦克风，他们也有对应的领夹。所以总的来说，索尼 ZV-E1是他们 ZV 系列这个 Vlog 产品线集大成之作。我觉得它就是今年最佳的10000元以上的 Vlog 相机。预算充足的话，我是会推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评选的是准专业线里面的运动相机。随着前段时间 Insta360 Ace Pro 的发布，今年的运动相机也正式变成了御3家，这3家都获得了提名，就是 Insta360 的 Ace Pro、GoPro 的 Hero 12老牌厂家，
还有大疆的 Action 4。至于我们最终颁的奖，我们纠结了好久，但是我们决定还是颁给大疆 Action 4。理由的话，我觉得有几点。第一，它相比 GoPro 有更大的传感器、更好的自动白平衡、续航以及发热表现，而相比 Insta360，它有更牢固的磁吸、更完整的一体化生态。虽然 Ace Pro 有更好用的翻转屏，最近的延迟问题也被新的固件给修复了，但是在别的一些使用体验上还是会逊色一些，有一点点可惜。所以最终 Action 4是我们的选择。那接下来最佳无人机这个奖项颁给哪家厂商，我觉得也不用多说了，因为大疆今年真的很猛，发了很多的相机和无人机，这些都是我们有 Mavic 3 Pro、Mini 4 Pro、Air 3和雾3。我们纠结了很久之后，最终决定把奖项颁给大疆 Air 3。没错，虽然今年 Mini 也到了4 Pro， 但是它更多是对上一代的改良，本身画质也没有特别大的提升。Mavic 3 Pro 虽然还不错，但是有很多老用户觉得被背刺了。而 Air 3是实打实的多出了一颗镜头，并且是一颗和大哥 Mavic 3 Pro 一样的中长焦，让它成为了一台拥有双摄的无人机。主摄相比上一代虽然变小了，但是画质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体积上相比大哥 Mavic 3也要轻便一些，价格也会更低。所以说，这是我觉得目前大疆产品线中非常甜点的一台无人机。那至于这个奖项为什么没有颁给我非常喜欢的一台雾3，我们做了年度评测的产品，主要还是因为雾3目前离完全体还有一些距离。大疆的镜头产品线还不够完整，长焦的缺失使得我们最终没有把奖项颁给雾3，还差一点点。那现在最佳手机视频奖，那其实就像我在 vivo X100 Pro 那期视频里面说的，论拍照，众多国产品牌早就已经追赶或者说超越了 iPhone， 但是到了视频，我会说苹果依旧是王者。所以最佳手机视频奖，我觉得还得是它 ，iPhone 15 Pro Max。不过这也不意外，毕竟今年 iPhone 用自己的 Apple Log、USB 高速 C 口带来了外录的功能，以及一些别的实用的优化，让它自己在手机视频性能上依然立于不败之地。那至于为什么是 Pro Max 而不是 Pro， 那我的理由就是这颗5倍长焦，我们在拍视频之后发现加上运动模式，它带来的效果真的很有意思。很多时候你前期构图时候都不一定看得到主体，但是素材上 iPhone 依旧能给你稳定出来，这也是我们觉得最震撼的一个点。那讲到这儿，准专业的相机奖项我们基本上颁发完了。那根据传统，我们也会颁几个有意思的奖项。今年这几个奖项其实还是落在了 Vlog 相机这个品类，很多厂商出了很怪的东西，所以今年最遗憾相机这个奖项，我们会给到用来拍摄 Vlog 的佳能的 PowerShot V10。这台相机是佳能今年发布的为数不多的产品，本身的形态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你看，翻转屏。2个收身单元把脚架和机身给集成到了一起，能够立在桌上。我对这台设备的期望值是非常高的，我觉得它真的很棒，很适合用来拍 vlog。但是怎么说呢？它最终产生的结果让我们觉得很像一台执法记录仪，或者说一个剃须刀，或者说一个门锁。但是它的拍摄方面真的不怎么样，它的画质真的没比行车记录仪好上多少。电子防抖和反差对焦并不好用。同样1英寸的底，隔壁的 Pocket 3在防抖、对焦、画质参数上都是爆杀它的。而现在 PowerShot V10的价格并不便宜，明明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念，但是佳能几乎没有做对任何一点，再念。现在我们开始评选年度最偏科相机。去年我们给到了哈苏 X2D， 因为那是一台非常纯粹的拍照设备，不能拍摄任何视频。那今年的最偏科相机，我们想给到一台所有天赋点都点在轻便的设备上，那就是它 Insta360 Go 3。这台相机分体式的一个运动相机。它本身这个分体化的设计可以让它出现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场景之中，彻底解放你的双手。但同样意想不到的是它的画质。虽然我们都说拍到比拍好要重要，但是最高 2.7K 30帧的参数，注定使 Go 3能够拍摄到的画面不是特别厉害。所以如果画质上能够再进一步的话，哪怕体积稍微再大这么一点点，我都会更加喜欢这台相机。但是创意上确实做得很不错，也很偏科，符合它的奖项。所以以上这些，除了索尼这台有点超高的 ZV-E1，其他的都是一些预算万元以内、准专业级别的设备。如果你日常记录生活，这些设备已经非常够用了。当然，如果你已经过了新手的阶段，设备无法再满足你的拍摄需求，你想做一些更专业的拍摄，那么接下来我们颁的奖会更加专业一些。首先，专业领域的第一个奖项——最佳中画幅相机。我觉得这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今年只发了一台中画幅相机，就是富士的 GFX 100 Mark II。对，在这啊，对，就是它。它本身1.2亿万的像素，最高的8K 分辨率以及 F-Log 2的10比特，都让它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都能够兼顾。
这个定语虽然听起来非常的离谱，但它就是一台照片和视频都能拍的水桶中画幅相机。如果能够把防抖以及参数菜单再优化一下，那这台设备能够到的位置，我觉得会更加的高一些。那么接下来，最佳 APS-C 相机，因为 FX30是去年的获奖者，而2023年的 APS-C 产品并不像去年那么多，所以这个奖项的提名者在我们看来其实只有索尼的 A6700，还有富士的 XS20。那么最终的选择还是索尼的 A6700，在这儿，就是它。虽然富士有着更好用的胶片模拟，参数上也和 A6700差不多，最高4K 60帧，但在对焦、镜头群还有配件方面，索尼还是更胜一筹，还有4K 120帧可以拍摄。更不用说 A6700本身的价格也比 XS20 更加便宜一些，所以综合看下来，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那说完了 APS-C 的相机，最佳全画幅相机，我觉得我们会给到索尼的 A93。其实，在 A93没有发布之前，我们团队对于这个奖项的归属都会觉得是尼康 Z8，因为它真的很好，我也很喜欢。视频参数上相比 Z9没有什么阉割，尼康的诚意是真的很足，妥妥的 Z9青春版。但直到最近 A93的发布，让我们改变了想法。那当然我们知道要说明一点，就是 A93和 Z8没有什么可比性，它们的受众不一样，一台是水桶机，一台是专门的速度机。而之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 A93，主要是因为它速度方面的突破，这个技术壁垒确实还是挺高的。2460万像素的全域快门，意味着它没有果冻效应，最高每秒拍摄120张的 RAW 的连拍，6K 超采的4K 60帧视频，以及无裁切的4K 120帧，可以说是今年速度和价格的旗舰，它是当之无愧的。那只不过硬件和价格注定了这是一台非常小众的设备。索尼出这台设备大概率也是为了明年的奥运会，我们之后会出一些详细的评测，来和你讨论一下这台速度王者。当然，45000块钱一台的 A93距离大多数人都太远了一些，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颁发最佳性价比相机。因为松下 S5 Mark II 去年已经拿过奖了，所以今年我们看下来最值得拿这个奖的，应该是索尼 A7M4 的后代 A7C Mark II。这台相机13999的售价当然不便宜，但是这个奖我们主要评的是综合性能还有综合性价比，而不只是价格这一项。它相比 A7M4 要便宜3000块钱，而你能够拥有和 A7M4 一样的拍摄性能，能够有超采样的3300万像素的全彩 4K， 最高4K 60帧10比特422，虽然有一些裁切，但是整体画质还是挺不错的。而且 A7C2 还多出了导入 LUT 还有 AI 对焦这两个非常实用的功能。那这3000的差价主要是在机身 HDMI 接口尺寸还有卡槽之上，但是这我觉得不是经常干活的人应该还是能忍一忍的。A7C2 的性价比我们综合看下来还是非常之高的。那讲完了相机，今年我们也想给镜头留出一个奖项，最佳镜头奖我们决定颁给佳能的 RF24-105 f2.8。那本来这个奖项其实竞争很激烈，我们打算给到索尼的2070 f4，很轻，更广的广角也很好用，还有这个老蛙的镜头，第3代探针也非常有创意，还有个小轮子可以推来推去。但是没有想到，一年没出几个相机的佳能，居然出了这么一颗我们过去想不到的神头。这个焦段直接把大3元的镜头都覆盖了一部分，本身要广角有广角，要长焦有长焦，还有防抖。内变焦的设计以及电动变焦，都让它成为了一颗拍视频的好镜头。那虽然重量上有点重，有点吃亏，但是换来的 f2.8 的光圈，相信每一位摄影师都不会拒绝。然后现在我们来颁布最贵的相机——年度最佳电影摄影机。这个其实竞争还是挺激烈的，甚至比这些名品的相机竞争更激烈。今年有好几家，有索尼 Cine Alta B、BMD 的首台 L 卡口的全画幅 BMCC 相机，6K 分辨率；有 RED 的6K 的科莫多 X 能拍摄6K 90帧，还有 Freefly 的 Amber 能够拍摄5K 800帧，以及等了好久的 DJI 如影 4D 8K 版本。有这么多摄影机，最终我们选了半天之后，我们觉得应该把奖项颁给索尼的 Cine Alta B 这台电影机。它真的很厉害，把很多消费级的功能给上放到了电影机之上，听着很奇怪，但是对于电影创作来说真的很有价值。无论是自动对焦，还是超强的陀螺仪防抖，还有各种强大的辅助功能，都能使拍摄纪录片的人，或者说更高端的这些广告制作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 Cine Alta B 这台能够切换卡口，甚至能装上相机镜头，也能装上电影镜头的索尼专业旗舰电影机，就是我们今年的年度选择。
所以讲到这儿，我们今年的奖项也基本上全部颁完了，不知道和你内心的匹配度怎么样。但是今年的产品还是挺多，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个小技巧可以分享，如果你要买台相机，真的我非常推荐你租一台过来。这有2个优势。第一，等到你能租的时候，这台相机大概率已经有了完整的固件，不会像首发的时候那样，往往是不是特别完整的。我个人不是很推荐买相机的首发。然后第二点就是租过来之后，你会发现进你的工作流里面，你才会意识到一台相机是不是真的好。只看参数，真的很容易掉进一个误区。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相机颁奖的全部内容，希望对你有些参考价值。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3连转发，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讨论一下，你觉得今年最好的相机。那么我们明年再见。